哇，来了条超大的鱼货，在轮毂那边给卡住了，把它拿出来，看一下是什么鱼货，超大条哦，是一条石斑鱼，是一条大油斑哦。这条大油斑看起来应该要10来斤吧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岛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捞我们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4个网啊。第4个网就全部都是大网啊，不像第3个网那样子还有小网，也是我们这一趟围岛放网的最后一个渔网了。上一个网是过底了，这么多的网过破掉了，要拿回去修补了。上一个网也有大网啊，但是大网没上几条大货上来，除了3条大剥皮跟几条大真鲷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大货啊。然后就看一下这一个大网的收获怎么样吧。这边网也是拉上来了，也是希望这一个网能大货多多吧，毕竟是大网啊，经常都是拉不到鱼货的，不过拉上来也都是大货的。大网上来的第一条鱼货啊，是一条大真鲷，这条看起来起码要2斤出头吧。还是大网好啊，始终都会有这种大货上来。像这种达到2斤以上的大真鲷，价格更高一点，一斤要50-60块钱。不过这条好像是挂掉了啊，挂掉了就没有那么贵了，就便宜一些。要不然像前面捕到那些大真鲷，养活起来价格会好卖一点，挂掉了就只能去卖鱼排。那些养活制的大真鲷就可以拿去卖给那一些做刺身的门店，价格就会高一点。而像这一种挂掉了拿去卖鱼排，价格就要便宜个10块钱左右。上一次的外海捕到了不少的大真鲷啊，像这种2斤以上的拿去卖鱼排，1斤才55块钱。而养活制拿去卖那些刺身门店的话，1斤可以卖到60块钱到60几块钱了。不过这也没办法啊。这一趟的外海捕鱼跟上一趟的外海捕鱼大货明显就少了很多啊。这边倒是来了个大海星，海水挺浑浊的，水母的季节快到了。再来一条大真鲷，这条就还活着的啊，还跳了一下。这条应该也是要2斤左右的，始终还是活着的真鲷要值钱一些啊。这条就要把它养到活场里面先养活起来。今天在这附近作业的渔船好像也都回去了吧。又来一条大真鲷，这条的活力更好啊，你看它一跳一跳的。不过这条要小条一些啊，这条应该也就1斤多的规格啊，做刺身就不是很好吃，更适合拿来清蒸啊。又来了2个大海星，这个网的海星怎么这么多啊？英哥鱼也来一条，上一个网捕到的英哥鱼就比较多啊，来了好几条呢。然后这边的大网又连续的拉不到鱼货了，已经是2片渔网没有鱼货上来了。这边倒是来了一条黄鲫，没想到大网还能拉上来一条黄鲫。一条不够，又来一条啊，连续的来2条黄鲫呢。不过这黄鲫也不小条啊，看起来至少要7、8两左右的规格吧。像这样的黄鲫拿来清蒸，味道肯定不错。不过始终拉上的鱼货还是偏少的。哦，这边又来一条真鲷啊，这条应该也是要2斤以上的吧。这个网都是来好几条真鲷了，但是没有上一个网那种大剥皮鱼哦。好像每拉一条鱼货都是要隔1、2片渔网才有下一条鱼货啊，毕竟也是没有大货的鱼群过来嘛。连接也来一条啊，好像上一个网的大网也是上了一条连接，这个网又来一条。这条连接也不算大条吧，应该也就7、8两到1斤左右的规格而已。这边又开始接连的补上鱼货了，看来最近的大网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好货上来啊。再来一条真鲷，不过这条真鲷就小条一点了，大网怎么上这么小条的真鲷啊？这条真鲷最多也就是4两到半斤左右而已吧，估计还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系的。哇，来了条超大的鱼货，在轮毂那边给卡住了，把它拿出来，看一下是什么鱼货，超大条哦，是一条石斑鱼，是一条大油斑哦。这条大油斑看起来应该要10来斤吧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好久没有捕到这么大条的鱼货上来了，看起来还是一条大石斑了。大油斑比较值钱了，不是普通的大石斑，油斑啊也叫做芦梅斑。像这种油斑活着的价格可以卖到100多，接近200块。但是挂掉了的话，1斤只能剩下一半，也就是100块钱左右而已。这条应该还是活着的，毕竟是值钱货啊，直接用小刀把这个网割破就行了。但是这一条明显活力就不怎么好了，养到活仓里面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养活着回去卖。
毕竟像这么大条的鱼货养在火场里面，它的氧气供应不是很足，而且我们也是没有什么制氧的设备啊，所以也就只能就这样养在火场里面吧。但是把它解出网之后，它还会扑腾几下啊，看来活力也是还可以的。能不能活着回去就看它的意志力怎么样了，也要看运气吧。要是能活着回去卖，这条起码就要值个2000块钱左右了。大网虽然鱼货不多啊，但是偶尔能来1-2条这样的惊喜还是非常不错的吧。就这么一条大油帮，可能就要顶这个网其他的全部鱼货加在一起的价值了吧？不是吧，就上了一条大油帮，这边连续的拉了4-5片渔网上来都是没有鱼货啊，咋回事？而且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把这个网卷得这么乱，拉不到鱼货就算了，还把网卷得这么乱，要整理一下。不知道什么海花还是什么东西，直接卷在一起了。再来一条真鲷啊，这条真鲷也不算大条，也就1斤左右的规格。连续的拉了5片渔网，一条鱼货没有啊，然后就再来一条这样的真鲷，收获也不算多吧。连鳐鱼也来了一条哦，估计是这个网被卷到了没有礁石区的位置啊，才拉上来这种鳐鱼，一般礁石区都没有。怪不得会把网卷得这么乱啊，估计现在潮水也是越来越快了，要加快点速度拉网啊，毕竟拉完网重新还要把网放下去呢。再来一条大真鲷，这条就大条了。这条真鲷估计要达到3斤左右，是又肥又大条的。现在的大真鲷虽然季节有点末端了啊，但是上来的真鲷还是挺肥的，也不像上一次的外海捕鱼能捕到那么多的大真鲷。这一趟的外海捕鱼，大网捕到的鱼货少了很多了。这一个网目前为止不知道有没有超过10条大货。要是没有那条大油帮的话，估计还要亏点油钱呢，更不用说人工了吧。毕竟可是放了6800多米的渔网，接近7000米呢。就光这一个大网就要1700米到1800米左右呢。不过光那一条油帮出来就稳赚不赔了，而且还有这么多条大真鲷什么的。这条大真鲷就还活着的啊，就可以把它放到火场里面养活着回去卖。这一共应该也是差不多接近尾声了，应该就剩下3-4片渔网没有拉上来而已。中间还有很多的渔网没有拉到鱼货啊，所以拉网的速度也是特别的快。拉上来这条黄鲫就挺大条的，就要1斤多，接近2斤的规格啊。能拉到这么大的黄鲫还是属实比较少的，也只有大网才能捕到这么大的黄鲫啦，小网基本没有。像这么大条一些的黄鲫，不知道价格会不会高一点呢？哟，还捕上来一只龙虾哟，好像也是挺久没有见到龙虾了吧？小青龙一只啊，像这一种本港的小青龙价格还是挺好的，1斤要达到200块钱左右。本港野生小青龙啊，价格都是一直居高不下的，比外港的跟深海的龙虾要好卖很多，吃起来肉质也鲜甜很多。所以我们本地人宁愿吃小青龙，也不愿意吃大澳龙。肉质跟鲜甜度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等级的，虽然小青龙比较小条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这一共也就拉完了，大货也是上来了比较多吧。但是最主要、最关键的还是有那么一条10几斤的大油帮啊。这一个网也就靠那么一条油帮能赚点钱了。最后的时刻还有那么一只小青龙啊。好了，然后现在就是把拉上来的这2个网重新给放到海里面去。2个网3000多米啊，堆了满满的一个甲板，而且大部分都还是大网呢。重新放下去的这一些网就不围岛放网了，找一些好位置把网放下去就行。等到明天早上差不多8、9点钟再过去拉网吧。放下一块沉底的石头，然后再打上个浮标。这个就是最后拉的这个大网。这一个网放完之后，还要把第3个网拉上来的那个网也放到海里面去呢。然后就放最后这一个网了，这个网放完就要把船停泊在小岛的旁边，准备休息了。毕竟从大早上的7、8点钟就出海干活到现在，现在也已经是夜里的11点25分了。而且在船上也是不怎么好休息的，基本属于闭目养神吧。光放这2个网的时间就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，时间还挺长的。毕竟也是网比较长，所以放网的时间用的也是比较长啊。跟前面也是一样的操作，放一块沉底的石头，然后就放一块浮漂，
做个标记，然后这样子这个网也就算是放完了。今天总体的收获也算还行吧，关键有一条大油斑跟一个大叶子螺啊，这2样东西算是今天比较值钱的2样渔获了。大货拉上来的也比较少，应该有个10几条大真鲷，再加3条大剥皮鱼，1只小青龙。其他的渔获杂七杂八的比较多，就不怎么值钱。小剥皮也没捕到几斤啊，已经是到达小岛的附近，把这个固定船只的船锚抛下去，就把船只固定住了。这边把这甲板冲洗一下，就准备休息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。明天拉网的视频，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老岛彪哥，也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的精彩外海捕鱼视频哦。